杨紫新剧《我们的美好生活》口碑大揭秘，观众点评一针见血。湖南卫视和芒果台是公认的综艺大户，他们推出过多档优秀的综艺节目。然而，最近芒果台上线了一档名为《我们的美好生活》的新综艺。尽管《我们的美好生活》这档综艺节目立意很好，但从首播就迎来了一片差评的情况来看，节目形式似乎并没有什么亮点。在一个风景如画却偏僻的小山村，有一座闲置已久的老房子被改造成了田园民宿。这档节目邀请了林心如、谢娜、杨紫3位女艺人担任主理人，她们将负责民宿的管理改造，并邀请好友来试住，逐步提升环境和服务质量。这个民宿在节目结束后仍然会继续运营，由当地村民接手运营，以此来推动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节目组的这个想法很好，值得赞赏，毕竟这个计划的规模相当大。然而，从目前播出的节目来看，理想和现实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很多人在对比《我们的美好生活》与《向往的生活》时，可能会发现这两档慢综在设计上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不建议盲目进行比较。不过，如果从呈现效果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美好生活的表现确实稍显逊色。3位常驻女嘉宾似乎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有些模糊，让人感觉她们像是来农村度假的，而实际上，这个节目的主旨是让明星改造乡村民宿。节目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嘉宾之间的交谈，主要是口头上的讨论，所谓的改造也只是口头上的建议，没有实质性的行动。实际上，节目组已经预先聘请专业人员对要改造的村屋进行了装修和设计，而3位女嘉宾只需要在现场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然后等待明星好友来体验。节目组只给施工方留了10天的改造时间，时间紧迫，改造完毕后嘉宾们再提出意见，直接让工人们行动。这样的节目形式显得很草率，观众们更期待看到明星们亲自参与农村旧屋改造的过程，体验他们如何克服困难和挑战，感受他们与当地村民的交流和互动，让我们不再只是看着嘉宾在饭桌上闲聊，突然冒出一个灵感，然后拍手称快，这里可以放个花瓶，那里可以挂个画。与云上的小店中汪涵的接地气形象相比，我们的美好生活整个节目给人一种很悬浮的感觉。在节目中，汪涵会真正与村民们打成一片，尽力为村民们办实事。就目前呈现的这种形式而言，芒果台推出的这档新综艺确实比不上《向往的生活》。相比之下，后者确实有深入田间地头，体验返璞归真的劳作精神。然而，我们的美好生活中，嘉宾们的最大活动可能就是去地里摘菜，然后做饭。经过一期的观看，人们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这钱真好赚，这难道是个访谈节目等等。嘉宾表现尴尬，要想让一档综艺节目出彩，嘉宾的综艺感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遗憾的是，我们的美好生活显然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就配置而言，这档节目的阵容相当出色，拥有林心如、谢娜、杨紫3位常驻嘉宾，他们各自都拥有大量的粉丝基础。然而，综艺节目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嘉宾的咖位，更重要的是嘉宾之间的化学反应，这将直接影响到整个节目的氛围。根据播出效果，这3位并未使节目得到有效播出。首先，作为湖南卫视主持界的一姐，谢娜的咖位不容置疑。她的主持风格以搞笑为主，被亲切地称为太阳女神。关于谢娜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有些人喜欢她那种能让人放松的搞笑无厘头风格，但也有人认为她缺乏实质内容，无法担得起一姐的称号。谢娜在新开的综艺节目中并未让观众失望，不过在她的表演中，有些观众认为她的情商较低，举止不礼貌，甚至觉得有些尴尬。例如，她在参观其他民宿时，一上来就问2位老板是否是情侣。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她仍不罢休，甚至偷偷向林心如使眼色，似乎想要当个红娘。
然而，男女之间除了情侣，还可以是兄妹或朋友。如果不清楚这一点，就硬把他们凑成一对，这种做法确实让人感到尴尬。他在饭桌上的聊天内容也让人感到不舒服。他提起了杨子旺男主的梗，毫不避讳地直言杨子旺男主，这让杨子的粉丝感到不满。旺男主这种说法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即使这并不一定是事实。在节目中光明正大地提及杨子，很容易让他招来黑，尤其是谢娜还 Q 到了何老师，让杨子帮忙让何老师翻红。这样的言论即使只是玩笑话，也可能被有心之人利用，让人不禁为杨子担心。接着，节目中又提到了杨子的感情问题，顺势就聊到了他与《长相思》中男演员的 CP 感。赞扬杨子的表演并无不妥，但谢娜随后又说3个没一个吗？这似乎暗示戏外没有一个人能擦出火花，这可能会让任何粉丝感到不舒服。而杨子似乎没有反应过来，继续与他交谈，并纠正说实际上是4个。杨子自嘲是否失败，但也可能是朋友间的玩笑。然而，这给了网络上一些人创作的机会。因此，即使被制作成访谈节目，两人的聊天也可能会对路人造成不良影响。林心如近年来在内的口碑已不如从前，她在节目中一个举动被批查里查气。她想称体重，但非得拉谢娜一起，估计是为了节目效果。谢娜直接坐上大秤，谢娜坐在大秤上显得十分沉重，然而林心如却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嘴角几乎咧到耳朵根。看到林心如这种开心的样子，许多网友都评价她有茶味。杨子时不时能说出一些有趣的点子，比如他又和苏有朋提到了左耳，还问他右耳什么时候开拍，暗示着自己还要去试镜。总的来说，这3位常驻嘉宾水平相当。这个节目中，真正了解乡村生活的人并不多，这使得节目的内容难以出彩。此外，我们的美好生活这档综艺节目中还有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槽点，那就是旁白的画蛇添足，这使得不少观众感到出戏。许多国内综艺节目以娱乐为主，往往不设置旁白，而同类型的慢综艺《向往的生活》也没有设置旁白。然而，我们的美好生活则尝试了一个创新的点，使用了旁白。虽然这个创新的加入可能看起来新颖，但实际上却破坏了观众的观看体验。作为一个娱乐性质的综艺节目，内容并不需要过于复杂，不需要旁白来解释或渲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娱乐节目需要旁白来推动剧情，那它的失败几乎是注定的。此外，这个旁白的出现时机也十分让人扫兴，常常在不恰当的时候加入一些不必要的解释，使得原本成功的笑点变得平淡无奇。就像你正在听一位校花讲笑话，你已经听懂了其中的幽默点，却被旁白破坏了原有的趣味性。如果有人非要给你解释这个笑话为什么好笑，那就太煞风景了。例如，杨紫和林心如提到了早期的非主流剧《花非花雾非雾》，这部剧如今已经被网友剖析出许多笑点，而且也是一个不错的梗。杨紫主动 Q 效果其实很好，但是节目却在此时添加了一句旁白，两个人短暂的尬了一下，让人感到既惊诧又无语。这部综艺在向下走时无法做出接地气的效果，向上走时也无法做出精致的效果。由于一些错误的选择，这个综艺节目陷入了尴尬的境地。然而，芒果台在慢综艺类型中确实有一些精品作品，例如曾经的《向往的生活》开创了国内慢综艺的先河，并引发了相当高的收视率。曾经备受好评的节目，现在已经走过了7个季度，向观众告别了。有人认为《我们的美好生活》这个综艺节目与《向往的生活》相似，然而就目前的表现来看，《我们的美好生活》这个新节目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期望的标准。尽管其利益格局不错，但该节目并未给观众带来任何美好和治愈的感觉，反而存在着节目形式敷衍的问题。嘉宾缺乏综艺感，旁白破坏了气氛，这些都是该节目的槽点。
然而，如果这档节目能够好好改进，是有希望成为一部爆款的。尽管这档综艺节目只播出了第1期，但后续的发展方向还需进一步观察。如果你对芒果台新推出的这档综艺节目有任何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杨紫31岁生日，娱乐圈众星齐送祝福杨紫。这个在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名字，终于迎来了她30岁的生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她收到了一份极为特殊的礼物，来自娱乐圈众多明星的祝福。这些祝福像温暖的阳光，照亮了她的生日，也为她的未来之路增添了无尽的温暖和力量。杨紫的好友张一山和李现无疑是这次祝福的核心人物。他们通过录制视频和发表微博的方式，向杨紫送上了自己最真挚的祝福。张一山笑容满面地说：“亲爱的小猴子，生日快乐！感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希望你永远开心，并且在演艺事业上更上一层楼。”他的祝福简单而真挚，充满了对杨紫的深深关爱和期待。而李现则通过发表微博的方式，与杨紫分享了一张他们的合照，并附上了一段温馨的祝福：“生日快乐！感谢你陪伴我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希望你的未来更加辉煌。”他的祝福深情而诚恳，表达了对杨紫的深厚友情和美好祝愿。除了张一山和李现之外，欢乐颂四美以及与杨紫有着暧昧关系的刘学义等娱乐圈好友也纷纷献上了自己真诚的祝福。他们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上发表了满满的祝福和对杨紫未来生活与事业的美好期许。这些祝福如同一束束美丽的花朵，为杨紫的生日增添了无尽的色彩和欢乐。杨紫的好人缘不仅是因为她的出色演技和独特魅力，更是因为她坦诚真挚、待人友善的性格。她拥有一颗善良的心灵，对待朋友始终如一，所以才能得到这么多明星的热情祝福。她的生日也因此变得更加特别和难忘，因为她从中感受到了友情的力量和温暖。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要向杨紫送上最真诚的祝福，希望她能够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继续保持着她那颗热爱生活、热爱表演的心，迎接更多美好的时光。